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汪兔环游记，我是 Tracy。上一期节目，老刘带大家去到了寒冷冬夜的葡萄园，探索了酿酒师和果农们为了酿造出优质的冰酒是如何在冰天雪地下辛勤劳作。这一期，我们从寒冷的葡萄园回到温暖的发酵室，探索一下当冰酒葡萄汁压榨好以后，是如何变成甜美浓郁的冰酒。第5部分，冰酒的酿造，从零下8摄氏度到黄金液体。首先，我们讲一下发酵，酵母的极限挑战。把冰冻的葡萄榨成了甜美的果汁后，就到了非常重要的发酵工艺。这可是冰酒从浓缩果汁变身液体黄金的关键一步。大多数冰酒果汁的 Brix 糖度介于37度到42度之间，最高的冰酒葡萄汁糖度可以达到55度，果汁中的糖浓度高达400克每升。虽然说糖分是酵母的食物，我们都知道酒的形成就是酵母通过吃掉糖分而产生酒精和二氧化碳，可是这过于高浓度的糖分对普通酵母细胞来说是一种极端的压力环境，简直是甜蜜地狱。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冰酒果汁中的溶质高度浓缩，酵母细胞因渗透作用会导致失水，从而使水分子从酵母细胞内部流失到果汁中去，导致体积缩小，部分细胞甚至开始死亡。因为酵母只有在有水的环境下才能工作，比如我们说粮食和木头会发霉，都是因为潮湿的缘故，因此整个发酵过程极为困难和缓慢。为了确保发酵顺利进行，酿酒师会使用大量酵母，并且对于有些酵母会进行适当的复水处理，也就是酿酒师先把酵母泡在温水里或者稀释的葡萄果汁里复活，像是给它们喝足了水再去前线准备工作。因此酿造冰酒的酵母菌株与普通葡萄酒的还是有所不同，它们得能够抵抗得住这个高渗透压，以获得最佳的发酵效果。发酵温度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适合冰酒酵母发酵的温度范围为 13.0 摄氏度至 25.0 摄氏度之间。酵母一边吃糖产酒精，一边会分泌甘油保护自己不会被过度失水，而适当的甘油会让冰酒口感更丝滑，像天鹅绒划过舌头。因此我们看到冰酒在冰酒杯里美妙的挂杯现象，除了因为糖分高之外，甘油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甘油生产的同时，有个副产品就是挥发性酸，比如乙酸，但是这酸并不是坏事，反而帮冰酒平衡甜度，就像给甜甜圈加点柠檬风味。发酵过程极为缓慢，可能几周到几个月，直到酒精度到 7% 到 11%， 残糖保留至190到220克每升，甜而不腻。在加拿大，冰酒的酒精含量必须至少达到 7%， 而在欧盟，最低要求是 4.5%。很多人认为，冰酒既然糖分这么高，酒精度是不是也会很高啊？恰恰相反，冰酒的酒精度略低于普通葡萄酒，这就是因为过高的糖度会导致酵母死亡。因此从历史上看，我们必须假设在现代活性酵母菌株被发明之前，大多数冰酒的酒精含量一定都非常低，且往往带有不理想的风味，因为葡萄自身含有的酿酒酵母细胞 Saccharomyces 是无法存活在如此高的糖度中的。或许冰酒果汁必须幸运地被污染，即从设备或橡木桶残留的酒角中意外接种酵母细胞，而不是由冰酒果汁本身原生的酵母细胞进行自然发酵。因此我们可以说，冰酒的风靡是人类智慧与自然馈赠的完美结合，缺一不可。然后我们介绍一下冰酒的酸化处理，甜腻与清爽的结合。虽然冰酒因为自身的高糖度入口时甜美浓郁，风味十足，但其平衡性来自酸度，一定的酸度赋予冰酒清爽、干净的收尾。没有酸度的冰酒就只是加了糖的水。冰酒果汁的酸度主要来自于苹果酸 malic acid 和酒石酸 tartaric acid。先说苹果酸，冰酒的清爽担当。它名字听着像苹果，味道也真有点像那种青苹果的脆生生酸味，带点青涩的果香。冰酒发酵时，苹果酸几乎全流下来，能占酸度的 67% 到 93%。因为冷冻压榨把水分冻掉，被浓缩的苹果酸让酒体显得更锐利。
在甜蜜里钻出清新的口感，让你不会觉得腻，像冬天咬了口冰凉的青苹果。再来看90酸，冰酒的稳重大哥，它味道更柔和，像成熟葡萄的自然酸味，稍微带一点柠檬和白醋的微妙感觉。它给冰酒撑起骨架，让酒体更平衡，喝起来有种优雅的收敛感，不至于甜得没边。而在大多数普通葡萄酒，尤其是红酒中，90酸通常占主导地位。但在冰酒中，当葡萄冷冻时，很多90酸会变成90霜，沉淀掉，所以它在冰酒里含量比苹果酸少。经过分析，数百种雷司令、Riesling、维代尔、Vidal 和品丽珠 Cabernet Franc 冰酒的葡萄汁样本，通过这张表格的比较，我们可以大致得出以下结论：雷司令的酸度最为清爽， pH 值最低。维代尔冰酒的酸度通常与雷司令相似，但 pH 值较高。品丽珠的酸度较低，同时 pH 值相对较高，并且主要酸类成分是苹果酸。根据欧盟法律规定，冰酒或任何其他优质葡萄酒都不能使用90酸进行酸化。虽然可以添加微量柠檬酸，但总量不得超过1克每升。这被认为是稳定消毒防腐措施，而非酸化处理。因此，在德国和奥地利，这一法律限制通常会导致冰酒酸度较低或者平衡性不佳，特别是 pH 值较高、酸度不平衡的冰酒品种，比如品丽珠。而这种酸化对于雷司令来说并不是特别需要，除非遇到特殊的年份。而加拿大 VQA 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我们可以添加多种酸，除了柠檬酸外，还可以进行总量4.0克每升的酸化处理。通过添加酸，我们可以改善冰酒的整体平衡性，这让加拿大的酿酒师可以更加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而施展自己的魔法，也让加拿大的冰酒口味更加丰富，且酸甜平衡性非常优秀。我们都知道，橡木桶在酿造普通葡萄酒，尤其是红葡萄酒的时候非常重要。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橡木桶工艺在冰酒酿造中的特色。葡萄酒在橡木桶陈酿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极为复杂。首先，橡木桶是个风味工厂，这些桶大多用法国的橡树 Quercus robur 或美国的白橡 Quercus alba 做成，木头里藏着香草、椰子、焦糖，甚至烟熏味道的物质。橡木桶的烘烤程度不同，还可以赋予桶内葡萄酒不同的风味。比如轻度烘烤会呈现出清新花香，重度烘烤就变烟熏风味。葡萄酒在桶里待几个月，橡木就像个调料大师，慢慢释放这些芳香物质和单宁。其次，橡木桶可以促进葡萄酒的呼吸，因为桶壁有微小孔隙，氧气能偷偷溜进来。在氧化过程中，葡萄酒中的单宁、酸和其他成分在橡木纹理的微氧环境下会逐渐发生反应，这叫微氧化。这能软化单宁，让葡萄酒从生涩变丝滑。但是在冰酒的酿造过程中，橡木桶的使用较为有限，橡木桶几乎仅用于维达尔品种，以赋予其更加复杂的结构，使其成为独特的加拿大葡萄品种。雷司令是一种更为细腻和精致的葡萄品种，传统上则采用不锈钢罐酿造。下面我们来介绍一种特殊发酵方式生产出的冰酒，它就是冰酒起泡酒。在所有葡萄酒中，起泡酒无疑是最具庆典气氛的一类。说起起泡酒，大家最先想到的无疑是法国的香槟。无论是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婚礼的香槟塔，还是夏日花园派对中举杯欢笑的瞬间，起泡酒总是带来一种轻盈、愉悦、充满仪式感的情绪。起泡酒靠的是酒中自然生成的二氧化碳，形成细腻的泡沫，带来活泼的口感与更清爽的层次。和冰酒相同，它既可搭配甜点，又能单独饮用，成为下午茶或节日聚会的理想选择。而当气泡遇上冰酒，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1998年是一个让酿酒师们振奋的年份。那年葡萄生长状况极佳，成熟度和酸度都达到了完美的平衡。这一年圣诞节前后，寒潮如期而至，零下9到零下12摄氏度的低温一直持续到1999年1月中旬。
为高品质冰酒的酿造创造了黄金窗口。而加拿大的云林酒庄也正是在这个年份迎来了一次非凡的冰酒葡萄采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新的尝试悄然展开，使用这些顶级冰酒葡萄酿造起泡冰酒。传统起泡酒如香槟的工艺是2步发酵法，第一步由果汁发酵成为静态酒，第2步在静态酒内加入酵母和蔗糖，用来生成2氧化碳气泡。而这并不适用于超高糖度且酒精度已达9%的冰酒，于是酒庄转而采用在茶马罐中一次性发酵。这种工艺的关键是从葡萄汁开始，一次性完成整个发酵过程，在酒精度达到9%到9.5%之前，罐体保持开放。而当发酵进入最后阶段，酒精含量增加到10.5%到11%这段时间，罐盖紧闭，利用这最后1.5%的酒精增加量释放出的2氧化碳，以自然保留由酵母产生的气泡。最终，酒体还需再陈酿一段时间，才能符合优质起泡酒的严格标准。因此，酿造起泡冰酒初始酵母必须足够活跃，以支持酒精继续发酵至10.5%或11%。这项创新最终获得 VQA 认证，被正式纳入加拿大优质葡萄酒的法规。云林酒庄从1998年开始持续酿造起泡冰酒，开创了冰酒气泡化的先河。品尝起泡冰酒是一场别开生面的体验，热带水果、生姜、梨和柠檬清柠的风味在绵密气泡中次第绽放，尾韵则如丝绸般顺滑。这种酒能巧妙平衡甜点的浓郁，比如苦甜巧克力、松露蛋糕，借助气泡的魔力，香气层次更为丰富，口感更显灵动。在一个阳光洒落的夏日派对，香草浸泡冰酒的法式吐司，配上一杯维戴尔起泡冰酒，既优雅又轻盈，仿佛唤醒味蕾的诗。冰酒与气泡的结合，不只是一次酿酒技术的突破，更是一种味觉和视觉的升华。了解了冰酒从一颗冰冻葡萄到黄金液体的全过程，在下一期节目，我们将带大家开怀畅饮，不仅品尝冰酒的美味，还要开启一场美食之旅，深入了解品尝冰酒时如何在感官上给我们带来无与伦比的享受。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评论，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